耶！欢迎大家来到拜托 ATM。大家好，我是未来银行行长胡瓜，我是乡里 Sandra。是 TVS 在未来银行呢，将在每天晚上8点举办呢现金回馈活动。对的，只要通过意志考验呢，就可以把高额的奖金变现带回家啦。是的，哎，今天的主题是什么？父母爱注意耶，健康必修课。要北部爱注意啊，身体健康上重要。欢迎我来宾。欢迎一位嘉宾了啊！首先呢，介绍1号嘉宾是蔡松恩医师，你好。院长呢本身是心脏血管科诊所的院长，然后是中国医药大学医学系。是，哇，有老年人的血管疾病很重要哎。不是，现在冬天快来了。对，不要注意，提醒大家注意什么？现在冬天到了，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晚上跟半夜起床的时候，有时候像就像入冬入秋了嘛，对，所以早晚温差大，有时候其实很多大概50岁以上的人的话的心肌梗塞都是发生在清晨的时候，对，因为你把棉被盖得很温暖嘛，对，啊想尿尿都一定马上就起来尿尿，也不可能还说我先做个5分钟，再起来尿尿，不可能啊，人有3急。但是正常是应该这样嘛？对，正常是要慢慢先做起来啊，让血液循环好一点之后，再起身去尿尿。而且一个是容易心肌梗塞，第二个是容易跌倒。特别注意一下，冬天到了，寒流要来了，越来越冷。好提醒。月儿你好。嗨，大家好，照顾家人10年的时间，主持人是长辈，还有女儿。我妈妈卧病7年，我女儿罹患血癌，我的妹妹就是像医师讲的，50岁就给我中风，所以我这样10年的时间照顾他们以后，发现我真的是身心俱疲。好李家在，我也有运动，然后到现在否极泰来，身体还可以。是，接下来就美人姐。美人姐好，大家好。美人姐呢，号称懂最多健康知识，但是大部分做不到。知易行难，对，真的。你都做些哪些运动比较多？我最近呢，就是坐着而已。太认真了。我不是乱做的，我现在在练的是移光定位。那是什么？就是我每天要找太阳的位置，你知道吗？然后呢？中午12点以前我是背对太阳，因为后面是督脉 ，OK 哈，所以我需要那个要背对太阳，让太阳这个穿透我。对，那我中午12点以后呢，我再找太阳的位置 ，OK 哈，那我必须要面对太阳，因为这边是任脉这样子。一次只要做30分钟就好了。然后很多人问我说，那这30分钟可以看手机吗 ？No， 就是不可以看手机，就是要静下来。对，就是要远离3C 这样子的呀。需要到室外吗？不用，在室内就好。因为太阳有微中子，它的穿透力是非常非常强的，对呀，所以我们这是借由一种叫做我们通常西医都是处理化学讯号，什么药啊怎么处理那样，那这个是物理讯号，好，就是影响我们身体还有一个物理讯号，所以这个是现在比较特别的一种方法，就是很简单了，你坐着就好了呀。你会不会太懒惰了？你当然伸展一下。对，你当然可以去做伸展哈，可是在你有时候不方便伸展的时候，那你坐着也白坐，对不对哈？你不如这样子移一下这样，那其实静坐就会让自己的心情平衡下来啊，比较那个什么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的 balance 啊。我这样做了之后，一个最明显的一个改善是睡眠。睡得比较好，对，睡眠会变好。那我觉得睡眠变好，其实大概身体就不会，就有我们一定要相信我们身体有自我修复的能力，这样。所以如果你也是那个没办法做运动的，那我介绍你这个还不做，那我也只能说，那祝你一路平安啦。文艺你好，好的，你好。瘦了10几公斤的新手奶爸。我刚刚想问他你怎么瘦的嘞？其实我本来想说，我今天站在这边应该是现场最不健康的，因为那个时候生小孩之后，对，帮老婆吃了太多东西。那是老婆生不是吗？对呀，对，没有错。他吃月子餐哦，月子餐吗？不止月子餐，就是什么都吃。然后那个时候真的胖很多很多，然后我会自己意识到这个健康问题是，小孩子可以开始互动的时候，我只要抱一下我就喘到不行了，所以觉得这真的不行。这样细喊。你小孩多大？1岁4个月。哎呀，这时候就喘，将来怎么办？所以追着跑的时候。哇，讲老公。对，接下来介绍是我们李萌，你好。行长好，乡里好。牙医系。对，是我们门面的守护者啦，对是阳明交通大学牙医系的医师。没错。你好。阳明大学就是李进良的学弟了。哦。对，没错。阳明大学出很多医生啊。对。都是能言善道啊。又长得帅，对不对？没有，会赚钱啊。欢迎魏。
来，接下来欢迎我们银行的顾问呢，也是一个名医啊，加一个名医王建宇医师，你好。医师您好。大家好。来进行第一回合，协力夺金。来，向丽，我们把这个规则讲一下。好，这一回合呢是团体合作战，我们要一起累积红利金。那呢，轮流从医师这边当做主答者，然后会轮流。那主答者呢，最后的答案获得共识答出来，可是有90秒时间可以讨论。然后那个金钱呢会一直往下，所以讨论的越快，越快达到共识，得到的钱会越高。哦对，那第一题主导的就是蔡医师啊，对不对？蔡松恩，来，请出题。除了直升机父母，你听过割草机父母吗？请问割草机父母指的是什么 ？A. 介入孩子的人际关系 ；B. 不让孩子受到任何伤害 ；C. 给予孩子过度自由。多少？哦，3A 1B 1C。A、B、C 都有了，你们自己讨论。那个奖金会开始扣啊，讨论开始。计时人为什么答案是 B？因为你那个介入孩子人际关系，那个是那个 helicopter 那个直升机父母，比较像这样子。对，可割草机不是也会？啊，割草机就是所有的杂草都割完了啊，不要让小孩受到任何的对，把它清空啊，不是吗？清除杂草的意思。好像睡不到我了，对。想问一下月儿姐，我觉得还是介入孩子的人际关系吧，他就把它切割开来啊，全部在自己的保护啊，我觉得是 A。那伟业啊，全由我。因为我都想说，就是那个草割出去就很自由嘛，所以我就不要听我的啦。那我答案是 B， 对，他决定了，对，决定我答案是 B， 不好意思。他被美人姐说服。对，你老婆很弱哎。对，因为他觉得，我觉得不错啊，把草全部割掉就不会受伤，把前面的障碍物全部清除掉，这个就有说服到。他尊重美人姐，最后他协调了。他虽然是主打者，但是他大家选 B， 不让孩子受任何伤害，对或错？恭喜答对，本题奖金737。所以相信美人姐是对的，没有不一定每次都是跟美人姐讲的一样吗？对，它其实就是升级版的直升机父母了，把你前面任何阻碍都去除掉，保护到一个夸张的地步。然后我们刚刚在讲啊，说有小孩就是父母说很烦恼啊，小孩就是躺平那样子。我说不要烦恼啊，等父母躺平的时候，孩子就会站起来了。对啊，没错，他会躺平，也是因为你们当着割草机的父母，对，都把他弄得安安顺顺，怎么都弄得好好的。对，终有一天我们躺平了，他就站起来。哎呀，他讲得好啊！哎呀，来加这个737。好，第二题月娥来主导，来请出题。叶黄素是护眼好朋友，请问下列的深色蔬菜，谁的叶黄素含量最丰富 ？A. 菠菜 B. 芥蓝 C. 地瓜叶。请作答。应该是BBCCC。来，有2种不同答案，我觉得是地但是瓜叶啊要讨论。计时开始，对不对？为什么这？对，你们两个为什么不是地瓜叶？印象中，我这边还可以换吗？你讨论了，不是，因为我突然想到，我刚刚是一直在赶快想，我突然想到，我儿子这段期间吃超级多地瓜叶，所以我觉得地瓜叶可能性蛮高，因为我老婆做很多功课。可是他还很小，没有用3C 啊，我们才用很多3C 要护眼睛啊。你要不要改一下？来，李萌，你我想起来，那个菠菜的营养价值很高嘛，所以我印象中菠菜好像是菠菜，还有其他很多。不是地瓜叶，不是地瓜叶。那个好像地瓜，我知道地瓜好像是含叶黄素最多的，所以然后地瓜长出来的叶子应该也含很多啦。对，好像我记得答案不是淀粉最多而已。没有，地瓜好像7000对，青菜都很好的，但是我们都一致觉得是地瓜叶。美人姐，地瓜叶。对呀，所以我的答案是听啊，我的答案是地瓜叶。他们都推荐为地瓜叶，对或错？可惜了，答案是菠菜。李医师，你竟然会对！我们来比一下一个数据，吓我一跳！你不就看牙齿就好了吗？是不是？你蛮不尊重医生，说医师你会对。比一下数据好了，100克的菠菜，它的叶黄素含量是12.6毫克哦，是非常好的。那芥蓝的话呢，只有10毫克。那100克的地瓜叶其实只有2.6毫克，其实都不错啦，但是还是有出入的。来，接下来虞美人来主导，请出题。
美国癌症协会研究显示，做什么事可以避免近20%的癌症几率 ？A. 过胖减重 B. 戒酒 C. 戒烟。请作答。哦，一个 A， 其他4个都是 C。我觉减重得是因为有不同答案，来，主导者来，请开始讨论。好，问一下李医师，为什么你要选跟我们啊？是谁跟我选不一样？跟我一样我一样，我一不一样好，我的答案是不聊聊啊！不要讨论空间了。 C， 不要钱会掉，你晓得？等一下，没关系，停留在9590。我请问一下，唯一你刚刚选什么？我选过胖减过胖减重，重，因为就自己经历过这一段，我知道减下来是对健康是好的啦，所以我会觉得自己这个是最有感，我才会选这个。懂，但它是癌症的数据哦，癌症应。该减少心血管疾病的机会。嗯过胖减重是减少心血管。对不，是啊，对，我们来看看对或错。恭喜答对，谢谢那我们请今天的顾问来说明一下。其实讲到癌症是说真的，除了基因以外，其他就是你的日常生活的一些习惯。那一些习惯当中，有些是叫不好的，那抽烟是绝对不好。那我们说喝酒的话，如果说你一天可以喝在1个当量之内的话，基本上是还 OK 的，会让你心情稍微愉重点悦一点。爱喝酒哪有当量？对不对？就是海量啊一杯红酒好，你最后就喝到1瓶去。可是抽烟是一直抽，然后酒的话，比酒更严重。对对，但是酒喝多了也会不好。对，没错。所以我们说，基本上它占了20%，是告诉你，只要你能够戒烟，你癌症就少了20%，你的心血管疾病的因素就好了在70%-80%。那心脏科的外科医生就没有刀可以开了。哎呀，接下来唯一主导了。哎呀，你刚刚美人对你这么不尊敬，你也可以不尊敬。他完全跳过哎，不是，我是为了大家奖金高一点。对啊，是所以我等下，我等下看看。来，唯一主导了第4题，来，请出题。世界幸福报告指出，高度发展国家当中，年轻人的幸福感比老年人还要低。请问主要原因是什么 ？A. 对人生感到迷失 ；B. 面对未来的焦虑 ；C. 没有时间做喜欢的事。请作答。哦，3B2A，就是没有 C 的哈。哎呦，来，请讨论，计时开始。因为我个人对未来蛮焦虑的啦，所以那我想问一下阿娥姐，人家还讲的是年轻人呢，因为我们家最近刚好一个国中生住在我家，然后他就觉得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吃饭，我为什么要读书，我为什么要上课，我为什么要考试？就我觉得他不知道他自己的方向是什么，所以我就觉得应该就是他没有方向，他感觉迷失。那美人姐呢？我不是跟你一样吗？我想听听看，说服他嘛，我就被带走了，不要被带走哦。因为其实你说这3样是不是幸福感对幸福感都有影响？我想都有，但是他写了一个主因嘛，对不对哦？主因的话还是面对未来的焦虑哦，因为那个是面对未来的未知哦，所以我觉得我认为这3个里面呢，应该是 B 的这个占主要原因比较多。唯一你是主导者，我的答案是 B。好，停。7422，他们面对未来的焦虑。刚刚月娥讲的也没错，就是对人生感到迷失，因为他们对人迷失，所以你看现在年轻人只要有演唱会都去抢票。对呀，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去抢票。真的，他跟我们抢刘德华干嘛？不同想看啊，对呀，还用身份证登记，对，你抢不到，你抢了你也不爱去，你干什么？你看赚钱没那么努力了，到处缺工啊，年轻人不去上班了，对不对？而且他们选择的是 B， 对或错？我们真的不是年轻人，是没有时间做喜欢的事。大家想一下哦，因为年轻人呢，他需要一直工作，他觉得他所有东西都被工作占满，跟人生中的一些杂事，所以呢，其实幸福感是有一个不一样的曲线的，就变成说你是儿童，跟你老年的时候呢，幸福感很高，中间在汲汲营营的时候幸福感比较低，主要是因为你有很多想完成的事情都没有时间来做。等到你到年老一个时间的时候，你可以开始想想你自己真的要什么的时候，总是可以去上一些课啊，去学学电脑啊，你想做什么都可以去完成。对，没关系，没钱没关系，我们继续来哈。好，对，唯一你没有拿到钱了。是李萌，嗨，接下来你主导了，请出题。根据医师指出，在台湾
冬天是坏胆固醇最容易上升的季节，请问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A. 太冷不想运动 ；B. 冬令进补饮食 ；C. 天冷代谢变差。请作答。哦，A、B、C 都有人选呢，1A 2B 2C。哎，请开始讨论。这个不得不问一下蔡医师了。对，这身为心脏内科医师，这题应该是要对的。对，可是你也没把握了吗？因为其实胆固醇跟饮食没有太大关系啊。哦，其实胆固醇其实很多民众觉得说啊，我胆固醇高就是不要吃油炸，其实都是不是那么正确。其实胆固醇大部分是靠身体自己生出来的，所以自己身体生出来的话，你代谢是不会变的啊。人的夏天、春夏秋冬应该差不多啊，在西医角度来讲，所以答案是运动。运动其实按照美国心脏学会是可以降低10哈以上。我身边的人都是太热才不想运动啊。太热不想运动跟太冷不想运动，我觉得是看个人，就像刚刚于本人讲一样，他那个转身，其实他运动也只有转身这一面的呀。小太阳真的太有动，他有动，选择 B 的有意见吗？我好像有被他说服哎，要不要说服？真的，因为我最主要是因为他说在台湾，好。但如果说今天如果说世界上，我觉得可能有另外一个，可是在台湾啊，台湾就很喜欢冬令进补嘛，所以我是被那3个字给框住了，所以我原来6000多咯。啊 ，OK 好，前一阵讲哦。好，我的答案是 C。选 C， 5431块。你没有在管别人的哎，过了一圈。2个医生，我后悔，我现在后悔，我真的我现在后悔。对或错，选择了天冷代谢差。对或错？可惜啦，正确答案是冬令进补的饮食。对，医师来，台湾，你看到没有？都不听嘛，我看就不是吃出来是什么来，请讲。它绝对是吃出来的。那其实蔡医师讲法，基本上我们的胆固醇在我们体内有本身自己制造的，有额外饮食。但这个题目是在台湾冬天坏的胆固醇，你为什么坏的胆固醇会升高？就是因为你冬令进补吃来后，什么叫冬令进补？是额外吃的，它是额外加入的，这才是我们可怕的地方。很多病人每次抽完血来告诉我们一高，他只告诉你2件事：第一个，该吃的药没吃；第二个呢，最近吃大餐。所以你知道大餐吃多了，中秋节完之后回去抽血，我告诉你抽血都变高。所以就告诉你，吃还是最重要的。当然，你到了一定的标准之后，好好配合医生吃药，把坏的胆固醇降下来，让你避免心血管的风险。前面的5题，你们奖金累积16961块，现在进入第2轮呢，有第6题，蔡医师来，请出题。小心不要让长者跌倒。请问，根据国健署统计，长者在室内最容易跌倒受伤的地点是哪里 ？A. 卧室 B. 浴室 C. 客厅。请作答。哦，2A 3B。来，请开始讨论。好，我想问一下唯一好了。好，因为我刚刚才讲到说，就是半夜起来尿尿的时候，可能有一些状况，然后就会跌倒，而且那时候刚睡醒还在锵锵的，我觉得那时候蛮容易跌倒的。对，其实我的答案也是没关系，我觉得直接我答案是 B。所以你是问一个形式啊？是哦，因为2个人都这样，因为我觉得大家 A 跟 B 都是用猜的，因为我也觉得我也是 A 跟 B 在猜，其实我只是觉得问一下好，不要说直接就这么果断就。唯一觉得被针对了，很好玩的哎。可是我觉得蛮好玩的。我也看蛮多的影片，那个监视器，就是一个人在客厅，他站起来就摔倒了。其实我觉得都有发生，但是哪一个是最多的？奖金停留9176题，他们选择的是决定的是浴室，对或错？不好意思，答错了，正确答案是卧室。是不是？您的。这个是有统计的哦，所有的跌倒的地方统计36%是跌倒在卧室，这么高之后才是客厅跟浴室。来，我补充一下，看到没有？客厅还比浴室高嘞，对不对？我补充一下哦，这个题目是长者，记得叫长者。那其实刚才一开始的时候，蔡医师就告诉大家，长者起床的时候很容易头晕，就会干嘛？会跌倒。对，在卧室就先跌了，不会走到浴室才跌。还没到浴室，跳过那段了。对，然后第2点已经跌了。第2点是，如果以家庭而言，我们不管年轻老的，
浴室是最危险的。为什么？因为只要地有滑、有水有滑，所以它会有防备心。对，心里也是会觉得。所以说有些事情就说基本上题目要看清楚。长者是不是题目要看清楚？你们又不长又不小，所以就会选起来就会很尴尬。是不是医生有时候啊睡太久，脚的时候刚睡起来也是脚麻麻的，一下个没力也会。对，为什么早上冬天起来，任何人长者要起来先停个30秒到3分钟，再慢慢下床。不然你有时候一听到地震，很多人一听到地震一抖一小，我告诉你，砰就跌倒一撞到头嘞，就送急诊，就麻烦了。第7题。月娥主导，来，请出题。手心手背都是肉，但你知道根据美国研究，排行第几的小孩最受父母宠爱 ？A. 排行老大 ，B. 排行中间 ，C. 排行最小。请作答。还有1A、2B、2C， 都有人选呢。请进行讨论。来，梅姐你说，我觉得是老大因为老大照书养啊，所以他投注的心力是最多的。那全世界都一样，他讲的是美国嘞。对，题目看很细哦。他台湾现在就看美国，你没看到？陷阱哦。可是我们台湾都会从老幺啊。我就是因为他讲美国，我才没有选 C 啊。台湾才会从老大，第一个先认识的比较疼。你是双胞胎都不知道前后顺序。OK， 来，唯一给你一个机会。因为我好像曾经听过这个的排行榜的那个计算，然后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也会觉得说，因为都觉得说会给老大很多的关爱，那我会有补偿心态，我反而是第2个出来，我会觉得说应该要对他好一点。对，好，谢谢。来，我觉得老大美国的话，老大应该也是会比较严厉啊，老二会比较宠爱一点。所以决定呢，你主导。我的答案是 C。问什么问啊？还不是要选自己的？我没有同意他们2个的说被说服。他们回答是很慌啊，不确定啊。我们是在赶时间啊。我也在赶时间，我赶快啊，反正今天都错成一堆了。就自暴自弃，没有压力，大家没压力。他们选择的是决定排行最小的，对或错？答错了，正确答案是老大。我们今天是玩一个都没答对的。他们都太聪明了，你知道吗？我怎么样不要答对？其实这个状态就是因为你跟老大相处时间最久，你们的回忆也真的比较多，然后一开始在那个诚惶诚恐的那些岁月中，你特别的关注他，投注的心力比较多，没错。而且我也是因为被在美国这个3个字混淆，就是指引了明灯。为什么？因为在台湾会疼老幺啊，是对不对？哈，因为老大要继承家业，要光宗耀祖，那个怎么可以给你过多的疼爱？会是疼在心里，但是呢，他一定给你比较大的一个压力，这样子对。接下来呢，亡羊补牢，接虞美人主导。是第8题了，我这次一定问你哈。好来，那加油！第8题，请出题。父亲节是感谢爸爸的好时机，请问根据调查，职场父亲最喜欢的父亲节礼物是什么 ？A. 国内旅游 B. 礼券 C. 现金。请作答。都有2A、2C、1B。对 ，A、B、C 都有人，请开始讨论。来，为什么？请开始讨论。因为我注意到职场父亲啦，职场父亲虽然当然说他赚钱很辛苦，但是应该会希望能够有一个放假，脱离这个职场跟家里这个环境。好，有道理，有道理。我决定了，我们的答案是 A。怎么突然改国内旅游？被说服了，被说服啦！真的假的？对啊，我总要给你个面子吧。你这个面子压力好大，直接为了颜面。9207的面子啊！哇，这个面子压力超大。好。如果在此有在工作的，你是爸爸，你最喜欢什么？钱吧？没有，我们不会要现金给我们啊，就是陪伴嘛，陪伴啊。所以你会去旅游才会陪伴。如果全家一起旅游是胜过这些礼券跟现金。爸爸不缺钱呢。你觉得？你很给他面子哎。没有，我没有。一方面给他面子，第二个是他有说服我啊。对啊，因为的确我刚刚想说，
在这个爸爸就是赚现金的人，不是吗？对，他已经赚钱，他不是在钱。很好笑的是，你给我现金还不是从我这边来的？我给你，给我，对不对？你左手跟我要钱，右手给我，还不是都我自己的钱？但是如果可以愿意花时间陪伴，那个是他觉得最珍贵的。但主导呢已经选择 A 了哈，国内旅游对或错？答错了，正确答案还是爱现金，当然是现金哦。我们看一下前5名好了，最想要的还是现金，再来是百货礼券，再来是才是国内旅游，还有收到智慧型手机也不错啊。哎呦，对吧？所以排序是有差。这是哪一国的爸爸？对，这唯一靠你们2个了。好，来，唯一主导了，来，请出题。保健食品谁最畅销？请问以下膳食补充剂类保健食品，哪一个的市场规模最大，高达66亿 ？A. 综合维他命 B. 乳酸菌 D. 酵素。请作答。哦，3A 2B，来，请讨论。计时开始。想听一下蔡医师。其实我觉得乳酸菌跟维他命，我觉得都有可能。因为我觉得在我的那个询问过程当中，其实病人最常跟我说：“哎，医生啊，我有吃维他命，可不可以吃这个药？”其实我是从那个坊间让民众问我，对，因为民众最常问说啊，我吃什么东西可以吃这个高血压？哎，有吃什么东西可不可以吃什么胆固醇的药？啊，我说那你吃什么药？哦，我吃综合维他命，或我吃维他命 C。我是从这样去推这个答案。哦，来，有没有？我想讲主导是你的唯一。我想问吕蒙医师。其实乳酸菌的涵盖范围真的很大，包括什么泡菜啊、什么优酪乳啊、乳酪那些 cheese 都算。所以如果是这样吗？对，那里面都有乳酸菌发酵的。对，所以硬要讲的话，我觉得乳酸菌是更广。可是他讲健康保健食品，保健类，保健类的食品，补充类、膳食补充剂类、保健食品，泡菜。唯一，你是主导者。我要相信我的答案是 B。因为刚刚柠檬医师跟我一样，就是被大家不被看中的那一群，所以我觉得我要支持我的。没有，还有另外一个是，我觉得台湾人因为好像很多肠胃的那些问题，胃肠病，对胃肠病，所以我觉得乳酸菌可能会比较大家会顾虑到这件事。是停留在7020几，很久没有吸到人血了哈。对的，这个钱看能不能进账号了？我们这组对耶，不好意思哦，我进入了。选择的是 B 乳酸菌对或错？答对了。相信战友。那请我们的顾问说明一下。这个是种市场调查。益生菌也是属于这个，对不对？益生菌也算是其中一支啊。对，那这样就有可能。那基本上其实这是一个市场调查，那出来数据是这样的。那我常讲，台湾人是人好心好，肝不好，肠胃更差。所以肠胃的问题基本上其实透过这个来保养。那刚才其实李医师也提到说，其实乳酸菌的不一定要吃到保健食品，很多其他饮食方面其实也很多啦。那不用单独这个，但它是最近卖的最好的啦。恭喜你开始入账了哈，谢谢。23988，好，最后请继续哦。谢谢你啊，谢谢你啊，终于哦。是第10题，也是最后一题，来，请出题。根据老人福利基金会调查，长辈最难达到下列哪个健康饮食目标 ？A. 每天吃到2种水果 ；B. 每天吃1次坚果 ；C. 每天摄取足量碳水。请作答。请作答。好，3A 2B。来，请讨论，计时开始。我觉得坚果对老人家他们比较保卫六 K， 牙齿不好，他不太容易会去选这个东西来吃。可是坚果对他又很需要，所以我认为是这样。回忆，我们好站脚，好站脚。我只是认为，因为老人家嘛，他们常就坐在那边看电视，你要就是处理2个水果有点麻烦啊。我是想到这个。我也是想说，那个，因为他们吃很多那种石谷米啊、燕麦啊那些，都里面都有坚果了，对，所以他们可能比较有机会可以吃到那个，不是你想象那种坚果，但是吃到2种水果，我觉得有一点难嘛。但是我相信他们碳水都够，因为他们都碳水太多，蛋白质太少，对啊。开始。对，我觉得坚果刚刚跟月姐讲，跟老人家牙口不好，对，可后来刚
美人姐讲说，哎，他们其实可以喝坚果饮的。被说服了，医师。哦，所以蔡医师被说服了，是不是？那我李峰决定，我答案是 A。对或错？答案是错的，正确答案是每天吃1次坚果。有没有跟你说？我们都知道一天要5、7、9的蔬果，对，所以表示说你要吃到2种以上的水果，在台湾其实是比较简单的。就其他年轻人要去帮老人家准备，那之外，这是长者要准备坚果，其实是要很特别的。而且刚才有提到说，老人家的牙口不好，牙科医生，你的病患都是那个牙口不好的，他没有办法咬坚果，而且准备也不是那么简单，而且坚果的保存也有它的难度。虽然我们都希望说一天能够到1份30公克，但基本上这是不要说老人家，连我们年轻人都很难做到的。然后看一下数据哦，1周内啊，有70%的老人其实吃不到0次到2次的坚果而已。所以70%很难达到。那水果呢？水果的话，大概28%的老人是可以做到的。因为2种也是低嘛，也是低的，但相对没有那么难。他们这一组呢，10题总共答对3题，才3题，累计的奖金是23,988。我们大方一点，就算24,000好了，多给他们12元，你也真的24000，我们奖金变24000。是，哎，其实我们每一题都有人答对，我们只是无法说服彼此。对啊，不信任彼此，因为你们都太强势了。才说是 teamwork 吧。来进行下一回合，唯我独拿。好，唯我独拿，这新形态引起大家热烈讨论啊，因为它是斗智啊，是常常大智若愚，看到那个人能力很差，结果那个能力很差的最后脱颖而出了。对，他在后面乖乖的，结果最后他赢，因为他没有杀伤力，所以呢，这跟社会一样，你不想淘汰他，最后他伤害你最大就是他。好，那在这一回合呢，我们用听题目的，然后抢答，然后答对的话就会获得1积分。当你获得2积分的时候，你就得到一张淘汰卡，指定要淘汰谁。当你已经用完淘汰卡之后，你的2分就会归零。但是你如果乱抢答，连续2题抢答都扣2分，那2分这个人也再见了，就直接淘汰，坐在淘汰椅，好不好？来，准备来啊，请出题。关节健康要注意，请问能够更有助于关节健康的运动是游泳还是跑步？黑师，游泳，对或错？有1分呐，游泳是膝盖不会受伤的。对啊，因为有浮力嘛。对，所以他说膝盖不好，老人家最好在游泳池里慢慢走。那补充一下，自由式又会对关节伤害最小，因为蛙式你还是得这样踢，脚还是要踢。对，来加1分了哈。来，下面一题，请出题。豆蔻年华形容少女轻柔柔美的样子，请问豆蔻年华是指几岁的少女？医师16，豆蔻年华对或错？答错了，来扣1分。对，豆蔻其实是13岁，然后小啊，对，唐朝诗人啊，杜牧啊，他就写了一首诗送给一个13岁的歌女，他说：“娉娉袅袅13余，豆蔻梢头2月初。”就那种早春啊，梢头上的那种豆蔻花来表达13岁歌女有多么美丽。13岁他就对她动心哎。对啊，可是以前的人才能活到几岁？哦，对啦，40、50岁。你看这个选进宫里面都嘛13、14。他们15岁就及笄 ，OK， 就是可以插发簪了 ，OK， 所以要说亲戚的话呢，就是要满15岁就可以说亲戚了。下面一题，请出题。很多人都喜爱羊驼，但小心被它吐口水。请问，羊驼吐口水是在表达开心，还是遭遇危险？遭遇危险。你出过外景？对，我被他吐过。对，你是危险，超臭的。我们这叫羊头，其实就是草泥马。对，来，对或错？答对了，累计1积分。哎，你们怎么都那么会按呢？它是绿色混合这个未消化完的食物的口水，所以对，刚很臭，因为它有3个胃，它除了储存食物跟水之外它还可以随时吐出来当做武器。所以你想想看，混合口水、混合胃液的那个是防卫机制，当然很臭啦。好，有1分哦。好，下面一题，请出题。有些人特别容易被蚊子叮咬，请问
更容易被蚊子叮咬的原因是血型还是肤色？开始，血型，血型对或错？答对了，所以呢，您得到了今天第一张淘汰卡。为什么我都按输人家啊？你速度，你不要拍哦，你要今天。因为这题一定是血型啊，因为我是 O 型血的人。对嘛？有时候吃buffet的时候，他会吃那种。对 ，A 型血蚊子比较不喜欢。我被叮惨了，我也是 O 型血。对啊，我也是 O 型啊，你知道，就是都不叮别人就叮我们。尤其那个黑色小黑蚊。哦，真的。可是我是 O 型血，蚊子不叮我因为我老公在旁边，他也 O。OK。那他身体的体温比较高，对，因为他可能比你臭嘛，所以比我臭。对，蚊子是找那个像耳屎有没有？味道重。他是闻那个耳屎，所以才会在你耳朵。扎耳朵，真的，你晚上睡觉为什么会专攻这个？因为你的耳屎是臭的，所以它会闻那个臭。对，耳屎清干净，蚊子也比较不会咬。不清干净，清不干净啊！你不能用棉花棒，所以它还存在的味道还是存在。对，蔡医师，你要淘汰谁？这学问大了，来，我想淘汰的是答案是唯一。哇，对，原来有1分。可是我说不定就只有这1分哎。因为我觉得就女士优先嘛，要保护女士啊。第二个，因为李医师是同行嘛，结果我把淘汰他，大家又说我同行相忌，又故意找同行的麻烦，所以为了是要软的，对，所以没办法这样。唯一这个也是这个游戏研究者，他你1分嘛，所以说不淘汰你淘汰谁？来，请休息。因为你有分数啊。来，4位归零，就一切从头来。来，下面一题，请出题。出国留学增广见闻，请问台湾人最爱去哪个国家留学？没人。美国。对或错？答到。答对了，耶。来，有1分哦。下面一题，请出题。长辈图最早的起源是因为宗教团体还是社区电脑课？我按了没有？宗教团体。宗教团体对或错？答错了。社区电脑课。你有2分了，来，请你也淘汰了。这题我知道说没有亮了。对不起，他已经淘汰了。好，长辈图呢，其实一开始就是一些长者，他们开始找一些平常生活的乐趣啊，他们就去社区上这个电脑课，然后学一些制图，所以爸爸妈妈就开始做这些图，然后开始传给大家看呐。所以一开始这才是长辈图的来源，而不是宗教。加油，现在是每人1分了哈。好，你们都没有负点了哈。来，下面一题，请出题。女性更年期身体变化大，请问这时要补充费洛蒙还是荷尔蒙？每人荷尔蒙对或错？恭喜，您获得了1张淘汰卡。好。女性通常是48岁到52岁之间，会因为更年期导致女性的荷尔蒙减少，然后身体就会老化，然后会开始会有点热潮红、晕眩啊、难睡觉，就是更年期的状态嘛。对，所以这时候有时候医生就说，那你补充一下体内的激素荷尔蒙。那费洛蒙是体外的激素，不一样的。2位，你要淘汰谁？哇，我要淘汰的是。蔡医师你为什么不淘汰我？我不想跟你拼好可怕哦！杨医师，我们回放前面，我要尊重女生哦。结果呢？谁叫我们2个女生？也归零了哦，现在谁赢谁赢？来，请出题。A face only a mother could love， 一张只有妈妈爱的脸，指的是长太丑还是像妈妈？可以不答哦，有了，月娥是应答吗？长太丑吧？对或错？没错，累积积分。我居然可以答对，所以如果对人家说 you have a face only your mom could love， 很 rude 因为在妈妈面前是没有丑的小孩。对呀，自己生的。这样听起来是很善良，是你长得很善良，那个意思。你长得很正直。你长得很率真。为什么多一个字？你长得很遵守交通规则。对，你长得很守法。不错。你长得都有缴税，你长得都有缴税，1分哦。哇，好精彩！要加油，加油！来，请出题。
英国文豪狄更斯的名著《双城记》当中的双城是指伦敦与哪一座城市？美人，曼彻斯特。曼彻斯特，对或错？错了，是巴黎。嗯，哦，啊才我们没关系主持里。你只是扣1分而已啊。是扣1分。然后《双城记》呢是狄更斯做的一个世界名著，那时候就在讲法国大革命的背景嘛，所以它的双城就是巴黎跟伦敦这2个大城市连接起来。那时候法国王室会终结，就是因为他们草菅人命啊，所以引发了对人民对他们的不满，觉得不能再腐败下去了，才会有那个法国大革命。没错，革命党才整个起来，然后展开了法国大革命。对，没关系。来，下面一题，请出题。认真打扫家里了吗？请问家里最多细菌的地方是厨房还是浴室？月儿，浴室。对或错？哦，他现在归零了。归零，2个又回到原点。是厨房。下面一题，请出题。现代医疗技术进步，人类的平均年龄增长，请问几岁以上能够称作人瑞？何姐，月儿，你按了。 100岁以上。 100岁以上，对或错？没错，就是100岁。那100岁是我怎么会答对？你好像不常答对耶。100岁人类，110岁超级人类。台湾在去年大概有将近4000多个100岁的。哇，因为现去年哦在现在医学发达，照顾得好。那日本更可怕，全日本有9万个。这个现在1分，一个是负1分。来，请出题。根据医学期刊分析，台湾近90%的人都患有酒精不耐症，还是乳糖不耐症？月儿，乳糖不耐症。哎呀，你也觉得是对不对？当然，对或错我就比？你快一点点。当然，答对，对呀。我觉得有一天的最弱那个到最后怎么会突然就跑乳糖不耐症比例比较高，对不对对？ ，88%代表台湾其实有90%的人哦有这个乳糖不耐症，但是有时候我们没有那么明显的感觉，只是因为它的那个症状不明显。但事实上，我们有90%的人喝鲜奶，其实有时候肠胃就会怪不太舒服。那至于酒精不耐症呢，台湾也是蛮盛行的，5成有1半的人，那也是全球最高的。那还是很多人拼命在喝啊。对不，是因为台湾人体质不像国外的，他们有一个这个那个代谢解酒代谢。对是的，来杨月娥冠军，恭喜！恭喜二姐！对啊，没我的事了最终决战 Battle ATM。恭喜月娥姐来，耶竟然有机会24000。好，太好了。你是最近奖金比较低的，所以你放心，我们题目不会太难。拿不到还是很丢脸的。来，请插卡。来，金库打开24000块的奖金在里面，但先必须经过2道密码的考验，请出示2道密码。 2道密码呢，分别是总笔画55画的10年出书，或是总笔画34画的瓜哥跟许光汉。哦，旗鼓相當，这谁放的题目啊？伯仲之间。七爷八爷。啊？我说身高而已啦。他有多高？我170几，他多少？你有170几？加鞋垫。OK， 他180哦，有。哦，真的哦。对啊。哦，七爷八爷，对，好，我来选孪生兄弟。也差太多了吧。你都不相信你自己，气宇轩昂啊？哎，不错啊，那 OK 啊，对不对？哎，搞哦。那你就选这个啊，对不对？10年出书，10年出书可能有哪些成语？10年出书。 55画好多啦，10年出书啊，罄竹难书，不是罄竹难书，不是现在讲10年出书，字字珠玑，因为慢慢写嘛。对啊，媳妇熬成婆也不是啊，那不是55画比较多啦。我们为什么不选34画？我就选这个，感受一下瓜哥的。来，请锁定34画，瓜哥跟许光汉放在一起讲都有点。哎，锁定这个题目呢，我们看没有挑战的是什么呢？请看4个字成语。哦，
铁杵磨针哦，这个字很多啊，铁杵笔画太磨针、多了。绣花针、铁杵对，磨针，绣花10年，还好，没关系，这个就放掉了。好，瓜哥跟许光汉，请出题。气宇轩昂，被你猜中了，来，千千万万成语中居然猜中了2万4中了，计时60秒，计时开始。开始写是不是？对，清楚快。来，气。雨，清楚。轩，清楚。清楚。哇，笔画。好，哎，你就清楚他干嘛？再次。下一个。笔画。停，几秒？39秒。你看，你还有21秒呢。哎呦，还多给你的嘞。对你如果没写对的话，如果一次写对就结束啦。有这么好的题目，这么真实的画面在你前面。对耶。你还真的聪明嘞！有帅，密码谢谢，我答对。10061008，对或错？哎，恭喜！都可以讲对了！哇，那个是这边的，没关系，我还是很开心。这边是真的2万4啊！哈，恭喜你！来看正确解答，你看去以先啊，完全一样。你看到没有？真厉害！这给我的吗？对，这叫你选这个对啦。2万4000块终于拿到了啊！哇，谢谢。气宇轩昂是代表这个人的气质啊，各方面气度跟站出来的给人家感觉，就完全是你啊，瓜哥。没错，没错。正确啊，瓜哥。我们是不同年代的哈。对，都是气宇轩昂的代表啊。来，谢谢。哎，我们谢谢，来，行动往前。谢谢。恭喜！哇，我们真替你们开心啊！对，哇，这个气宇轩昂，哇，竟然完全吻合你的气质。可是也被你猜到了，你看，你前面猜我们就，哎呦，你还能勇气这样，是被我碰到，对，开心。铁杵磨针，哦，那个笔画太多了。对，光一个铁，可能你会少算一画，多算一画。有可能，对，有可能。但是总而言之呢，这是命中注定啊！是的，谢谢各位今天参与了，谢谢各位。晚上8点锁定，拜托 ATM， 把智慧变现。谢谢大家，谢谢，当下，谢谢。Battle ATM Who Dares to Battle？ 哦，拜托 ATM， 谁敢来 battle？ 订阅拜托 ATM 的 YouTube 频道，等你来 battle。